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n， 歡迎來到今天的10000 QA 影片。沒錯，這支影片也是拖了非常的久，我年初的時候應該就過10000了吧，然後當時就有收集大家一些問題，只不過當時就是問大家問題的時候，大家問的問題都基本上一樣，就大家問的問題都或多或少都是同一個問題，所以我當時沒有收集到特別多的 variety， 我就想說那就再拖一下，然後多收集一點問題，然後再來做這支影片。然後我感覺現在就是差不多這個時候了，然後再給大家看是爸爸，沒錯，他非常的可愛。然後我拿着它，因為它不會讓我那麼緊張，要不然我一個人對着鏡頭講話非常的尷尬。好了，不要廢話了，我們就趕快進入今天的主題吧。好的，第一個問題也是最多人問的，就是我的背景。那我的背景是真的蠻複雜的，我是在台灣出生，上海長大，然後我大學是在香港念的，之後在香港工作了一小陣子之後，我才跑到溫哥華來念研究所。沒錯，所以我真的就是四處跑，然後有在看我影片的人就會知道，哦，我是真的蠻常這4個地方到處跑的，因為這4個地方是我有地方可以就是住的地方，我就會基本上 center my travel around these 4 hubs。這種感覺。好的，第二個問題，工作做什麼？然後哪來的錢跟時間這樣飛？好，這是個非常棒的問題，也有非常多人問。基本上呢，我現在主要的工作其實是在教育業。我知道很多人可能猜我在科技業工作，因為我 Masters 讀的是 Data Science， 但我基本上大學畢業之後從事的一直就是在教育業，所以我現在其實是在大學工作。所以說呢，其實我工作賺的錢是真的沒有到特別多，我是真的還蠻窮的。但它的好處是它的假期跟彈性是蠻大的，就是比較閒的時候我就可以比較常放假，然後我就会比較多時間可以去飛。但就還是需要稍微控制一下那個 budget 啦。我平時飛出去，你不要看我這麼常飛，我還是有很努力的在盡量控制我每一趟就是飛行在某一個金額下面。要不然我的錢是真的燒得很快，所以我也不是說真的超級有錢。好的，第3個問題，喜歡男生還是女生？你們真的都很愛問一些很奇怪的問題。好啦，我可以說的是，我很直。但你只要是看我影片的人，我還是非常愛你的，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。所以之後我上的影片還是該看的得看哦。好的，下一個問題是怎麼迷上飛機的？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。那基本上，如果你有在常常看我影片的話，你就會知道我的影片裡其實有時候會出現一個日本人，然後那個日本人基本上就是我在念研究所時候認識的朋友，然後他自己也是個非常算資深的航空迷嘛，然後他當時就給我介紹這些有的沒的，然後不知不覺我就被帶進去了。那我在那個迷上飛機之前，其實我就有簡單的在拍一點 vlog， 然後那個時候當然就是隨便拍一拍，然後喜歡上飛機之後，我就覺得，其實是不是我也可以來拍一些就是航空開箱呢？然後就拍了第一支影片，然後蠻好笑的，就是開始拍航空開箱之後，反而比較多人在看，我就想說，這個好像真的是可以比較 sustainable， 比較可以把這個頻道慢慢養大。我就想說，那我之後我就專注於在這個 niche， 然後現在就不知不覺就開始都拍航空開箱了。好的，下一個問題，最喜歡的航空公司？首先我得說，我覺得我搭過的航空公司，以航空迷來說，其實目前來說還不算特別多，還有很多歐洲的航空公司啊，中東的航空公司，其實我都是搭的比較少的。但如果以我目前搭過的航空公司來說，我覺得我最喜歡的應該還是中華航空吧。就中華航空就真的，我不知道，就可能也有那個家鄉 buff 嘛，就是每次一上飛機，你就會覺得你已經基本上一半進入台灣的那種感覺，然後你聽到就是很熟悉的那個聲音，你就會覺得對，我現在能理解，就是大家為什麼都會更偏愛自己家鄉的航空公司，因為那給你的感覺就是your home 的那種感覺。但我覺得我還是想給國泰航空一個 honorable mention， 可能是因為他之前把我升等，但
我覺得國泰也是我從小搭到大的航空公司吧。就小時候，我每次要從台北跟上海之間來回跑的時候，那個時候甚至還沒有直航哦，那個時候就是一定要去香港轉機，然後那個時候基本上一定都是搭國泰或者港龍 sometimes， 所以我基本上也是搭國泰長大的。然後我覺得每次能搭到國泰，然後能吃到哈根達斯的冰淇淋，我還是非常開心的。對，然後我還想再提到另外一家航空公司，是我最近搭到，然後我非常喜歡的，那就是 Air France。我覺得我很看重就是這家航空公司有沒有就是很 reflect 出他們自己文化那種感覺。就比如說我搭馬航，我很開心我能吃到 Nasi Lemak， 或者是我搭比如說日本的航空公司，我很喜歡就是他們比如說有那個冲屁屁馬桶，然後有 offer 日料這些東西，因為他就是我非常喜歡他们非常有個性這件事情。然後我當時搭法航，我就覺得 Oh my goodness，Air France is so French。就是我現在不想講太多，因為我之後還會出這支影片。但我當時搭 Air France 的時候，我真的覺得，哦，真的這太法國了。所以我真的非常喜歡 Air France，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好的，下一個問題，最喜歡的機場？我覺得我最喜歡的機場應該還是新加坡樟宜機場。我覺得樟宜機場厲害的地方在於，它真的非常的好玩。就它不像很多，比如說，非常大的機場，首爾仁川機場，或者是廣州白玉機場，那些機場都非常大，然後你會覺得它的那個 architecture 非常的宏偉。新加坡樟宜機场不是這種，但是它卻會讓你覺得這個機場非常的好玩。就是你不管走在哪裡，它都一定有東西讓你可以去看，讓你可以去 enjoy your time there。然後你也不會覺得就是你一直在走路，然後說什麼東西特別遠，整個設計就非常棒。但我覺得重點還是就是新加坡樟宜機場真的太 efficient 了。我相信有去過新加坡的人都會知道，就是那個 immigration 就10秒鐘就結束了，根本就也都不需要排隊，至少我沒有排過了。對，反正 Changi 呢就是一個兼具 efficiency、aesthetics and entertainment 的一個機場，我真的是建議大家都去看看。你是真的可以花可能好幾個小時在裡面亂逛亂玩的那種機場。好的，下一個問題，最喜歡的貴賓室？我覺得其實我去過的貴賓室沒有到說特別多嘛，畢竟這個 money 比較有限一點。但我覺得我這次可能因為我剛飛不久，就是我剛去搭了國泰航空的商務艙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後我這次搭了國泰的商務艙後，我第一次去了國泰的 lounge， 然後我真的是蠻喜歡國泰的 lounge 的。Again， 我現在這裡不想講太多，但我覺得國泰的 lounge 真的是給你一種很平靜但又高級的感覺，就是你不會覺得它特別的華麗，但是你會覺得它好舒服，然後東西又很好吃。對，所以我還真的是蠻喜歡國泰的 lounge 的。Again， 這支影片之後也會上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好的，下一個問題，最喜歡的機型？覺得應該最喜歡的還是 A350吧。我就覺得787跟350的那個曲線哦，那個做工真的是太美了。然後我最喜歡 A350的點應該就是那個機翼嘛。我覺得 A350跟787最大的差別就是你如果坐窗戶位的話，你拍出去你看到那個機翼，就是因為787的那個機翼你其實拍不到什麼東西，但是350它有一個這樣凹起來的東西，然後你拍出去搭配天氣好的時候，哦，超級無敵漂亮。然後我還記得我之前就是可能晚上，然後外面剛好又沒有雲的時候，然後就是你在天空中烏漆嘛黑，然後那個星星到處都是，然后你就是開那個 night mode， 你那個手機就可以拍出非常漂亮的夜空照片。然後我感覺真的是只有 A350是有辦法拍出那個美，因為那個機翼又很漂亮，然後搭配那個星星，超讚。但我也會說，我也是非常喜歡 777 的人，可能也是因為 777 是我第一個認識的飛機吧，就是當時我朋友，就是我那個日本朋友在跟我介紹飛機的時候，我那個時候應該是剛好要搭長榮的777從溫哥華回台北，然後我朋友就一直在那邊說，你要去聽那個 G190 引擎發動的聲音，超級無敵帥。然後我當時還就是有點不懂，就是我覺得這個引擎不是很吵嗎？到底為什麼要懂？但是我後面就是開始慢慢喜歡上飛機後，我再去聽那個聲音，你就會覺得哇，那個發動機那個 power，Oh my goodness， 超級無敵帥。對，所以777作為我第一個認識的機型，還是在我心中有一塊地的。OK， 下一題，有在累積哪家的里程嗎？我現在是主要累積國泰為主，主要還是因為國泰的 presence 在溫哥華真的非常大。
就是一天國泰飛溫哥華應該有飛到3班吧。如果說我今天那麼長，就是亞洲跟溫哥華這樣來回跑的話，累積在國泰還是稍微方便一點啦，畢竟能換的位置也比較多。那另外一個選項可能就是 Air Canada，but 如果你對 Air Canada 有點認知，你就會知道它跟國泰還是有一點差距的。好的，下一個問題，幾歲？你猜？可以坐香港航空嗎？可以。都用什麼器材拍攝？好問題。我現在基本上都其實是用手機，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扛相機好累啊，然後你要拿那個大相機在那邊拍自己，太辛苦了，你知道嗎？太專業了。然後我的影片風格又不是說那種，就是你要把就是那個 footage 拍得特別美的那種 style， 我自己拍的只是比較隨便，所以感覺大部分時候一個手機真的就夠了。而且就是因為畢竟我常常就是在經濟艙，然後那也沒有什麼空間讓我塞就是第二台相機或什麼的。但是如果我有機會拍到商務艙的話，我盡量還是會多帶一個 GoPro， 就是有2個 A/B 機的概念嘛。畢竟商務艙空間比較大嘛，我就可以再放一個相機在隔壁，然後自己再用手機拍一些特寫。沒錯，我不是這麼專業，我真的比較隨便一點，所以器材這種東西就不要特別問我了。好，下一個問題，去曼谷嗎？去了。什麼時候開箱頭等艙？我沒錢好不好？基本上我這次頻道還是希望以經濟艙為主啦，畢竟頭等艙的這個成本，不管是用 cash 還是用 miles 去換，都還是蠻高的。當然，如果有航空公司爸爸願意贊助我的話，我也是非常樂意接受的。爸爸，謝謝。好的，想去什麼國家？我最近真的非常想去日本，即使日本已經是我去過最多次的國家了，我還是非常想去日本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。冲繩我沒去過，我非常想去冲繩。之後會回台灣工作嗎？我覺得我會想回台灣生活，但工作的話，我覺得我會水土不服，是真的。更新太慢了吧？對不起，我基本上都是一個人在剪片，一個人寫稿，一個人就是做所有的事情，然後再加上我還有一個全職工作。之前真的超級無敵忙，就是我加班了應該有1個多月吧，就那個時候是 peak season， 然後我真的是事情超級無敌多，然後我當時真的連一點時間都騰不出來去做就是 YouTube 的東西，所以抱歉。我其實中文没有都是特別好，就是我這樣子跟你就是用對話的方式聽起來沒什麼問題，但你要我用寫，你要我去讀，其實我中文是蠻爛的，所以我每次都花很多時間就是在寫稿。你不要看我就是在那邊講一堆笑話，然後很智障的樣子，就是這些都是我花了非常久的時間寫出來，然後那些梗也是花了很多時間才想出來的。之後再剪片那些有的没的，其實也都不是特別輕鬆的事情嘛。然後我又沒有錢，就是去外包我這些活給其他人去幫我做，但我還是會努力啦，好不好？我盡量接下来努力更新快一點。好，最後一個問題，講個諧音梗來聽聽，還是我講個飛機笑話？算了，It would just fly over your head。